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几位情感导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没有谁主动谁被动，只有一拍即合。大家好，我是曹特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大家好，我是莎娜。婚姻的终极浪漫呢，正是将平凡的日子酿成醇厚的美酒。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希望大家都在岁岁年年里面美美甜甜。大家好，我是徐伟。爱不是控制对方，而是信任自己。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杨先生37岁，现居成都，自营公司；陈女士37岁，现居成都，自营公司。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今天是想分开，还是继续？他犯了我无法原谅的错误，这些年我受的委屈太大了。我已经改正了所有的错误，也答应他来到新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希望能和他继续好好过日子。会后悔当初的决定吗？我现在非常后悔，这些年忍让了太多，忍受了太多。虽然现在开始了新生活，但是我非常害怕日子再变回以前那样。我现在诚心诚意的想和他好好生活，希望他能够重新开始信任我。你们二位是结婚多长时间了？结婚5年了。有宝宝吗？现在还没有。今天是谁想来的？是我想来的。我跟我先生相识于2014年，因为我老公在新疆那边，因为差不多我们几乎都是异地，然后在20年他就问我要不要嫁给他，所以说我就把婚那个结了。结婚的话我们就闹了很多矛盾嘛，关于3金婚房这方面的矛盾。异地这件事解决的方法是什么？让我把我的工作辞了，然后跟他一起去新疆那边去结婚。所以他提出结婚，你做了牺牲。对，决定了结婚之后就要商讨这些婚事啊什么的。所以你刚才说到说什么3金啊、房子啊什么都出现了问题。对，他那边父母说建议8、9千的3金就可以了。但是在20年我们正式结婚的时候，8、9千的3金我就觉得接受不了，我不明白。又不是说他家里面特别困难那种啊，而且他父母在当老师的啊，不可能说经济拮据到如此。我觉得这一方面体现出就是男方的父母对我的不看重。那房子上的事儿呢？房子的话，他爸爸妈妈住的是才买没多久的新房，而且装修的漂漂亮亮的，然后给我们安排的婚房的话是他们结婚的房，就是老房，老房子给我们当做我们小两口的新房。老房子当新房，然后呢新房子老两口住。对，当时我心里面觉得不舒服，我也给他们提出过，我说要不然我这边我们女方家也出一部分钱，男方家也出一部分钱，我们共同集资再去买一套房，或者是先集资先首付，我们后面再分期都 OK 的。但是男方他不同意，他说反正这儿都已经有房子了，重新把它装修好就行了，两口子就住那儿就行了。这个你也忍了是吗？对，都忍了。那你觉得他的妈妈他的爸爸对你不看重，这个你们2个人谈恋爱的时间也不短，你之前应该有去见过他的爸爸妈妈对吧？就比如说爸爸妈妈要不喜欢你，你应该自己也心里知道说可能父母对我是有意见有看法的。见过。1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男方父母家里面，爸爸妈妈对我特别热情。我去到家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我要穿的什么睡衣呀、洗漱用品啊，还有浴巾呀，还有什么拖鞋啊，给我准备的很好。我从洗澡间出来，他妈妈直接拿着毛巾非得给我擦头发。作为未来的婆婆啊，能够做到这一份上啊，我感觉是蛮感动的。
感觉这个婆婆人还挺好的。是啊，这么看着妈妈应该很喜欢你，对吧？要不然不会对你这么热情，对吧？对，当时是这种想法，太单纯了，只看了表象。过后做的一些事情，慢慢的就露了破绽。第2次去她家的时候，婆婆她把就是冰箱里面就是过期的那些零食拿给我，还有过期的巧克力。我看了一个日期，是过期的。当时我介于就是刚开始我不怎么好意思说出来，我就说不怎么喜欢吃巧克力，我就没有吃。但会不会是老人并不知道这个已经是过期了呢？但是过后我私底下我给他说了，他也跟他妈妈说了，但是他给我反馈过来的消息是，为了节约可以拿给我。这个事儿可能涉及到老一辈和这一辈人的一些观念的问题，对，就老人可能老人可能觉得哎过期一会儿没什么，能使没事儿。老人认为刚刚过期就是不影响什么。因为我刚刚强调了，他父母是老师，而且是中学老师，他消费水准不是这样的。总之就是慢慢一点一点的这些做事儿的方式和方法，让你心里有点不舒服了，对吧？那在婚礼整个筹办的过程当中呢，顺利吗？也不顺利。给我选择的婚礼场地是一个叫茶园子，就相当于是我们这边的那个农家乐，那种地方，很普通的地方，就很简单的就那样办了那个婚礼。我想着至少得选择一个婚礼的礼堂啊那些来，然后再请一些正规的司仪呀。那你们婚礼他们家的亲属还有朋友有来吗？来了。人多吗？就20多桌。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您判断一下，是你说的对你不尊重啊，还是说他们家本身的消费理念，还有对亲朋好友觉得这就差不多就得？因为毕竟里边牵扯到他儿子娶媳妇儿，也是一个要面子的事儿。没错，没错。对呀，所以说是您过分的觉得说他们对我不重视，还是说理性的分析完之后，他们家确实就这样？我觉得就是不重视我。就婚礼开始之前筹备，你有没有表示过说我不认可，我需要再隆重一些？我表示过，我跟我先生当时提出过，但是我先生的想法是，哎，就依着自己的父母吧。他就总喜欢啥事情都依顺着他父母。反正一开始会有这些心结，但是日子也得过。结了婚之后怎么样啊？结了婚之后跟婆婆的关系有缓和一些吗？结了婚没有？结了婚之后，我婆婆经常在我面前念叨我们那儿谁谁谁，还有她同事的谁谁谁，谁家娶媳妇，媳妇这边带了100多万嫁妆过来。她说：“你看你只带了几万块钱的嫁妆，但是他们给我的礼金钱也只有8万8。”你们结婚5年了，小两口有打算要孩子的事儿吗？没怎么打算，只是说男方的父母他们会催着。我不着急，是因为就是感觉跟婆媳相处起来有很多让我头疼的事儿。婆婆跟我吵架的时候，她直接就搂着她妈妈，也不会考虑我的感受。你跟婆婆吵过架？在他们那边亲戚那儿就说我坏话，然后那边的亲戚然后就说给我听了，我就去找别人家对峙。说你什么呀？我婆婆就说娶我这个媳妇儿亏了，我不像人家那些带了嫁妆100多万，还给男方买豪车。找你婆婆对峙去了是吗？是婆婆跟他们那边的那个小舅去对峙去了。对就是意思是小舅给你传了这个闲话，然后婆婆去跟小舅对峙去了，婆婆过来训你是吗？婆婆当时她还当着我跟我老公的面，直接自己扇自己的巴掌，她就说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当时我跟我妈也吵架了，其实说我妈，如果你说那句话肯定是不应该的。但是后来就是我妈过来之后，她就扇自己的巴掌嘛，我从来没见过她那样子，就把我也吓住了。就我当时就去抱着她，这样就是安抚她一下，把她情绪让她安抚下来。你的母亲说这话不合适，但你母亲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结婚的时候，他们当时就闹得不太愉快，就后来一直就觉得不可调和这个矛盾。她不满意的地方是哪儿？我们当时是异地的时候，当时想让他过来，他跟我妈妈谈的时候，可能两方面也没有达成那种特别一致的这个
就决定吧。但是后来人家后来是妥协，对，后来是妥协了。就我妈觉得可能她两个都比较强势吧，不是让自己心里。就是你一开始你就得听我的，你不能有任何反对的意见，是这意思吗？对，她觉得可能为了小两口好，她觉得她是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不听我的，她就觉得这个。所以就是婆婆他们不是一直催着你们要孩子吗？你说觉得婆媳这个之间的有矛盾哈，所以就犹豫不要孩子。再加上我发现我老公也是那种妈宝男的那种，给我没有安全感，我不敢要孩子。婆婆会不会有一些误解，觉得比如说会不会是你身体有问题啊什么的要不了啊？当时她就是到处造谣，跟那些周边的人说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他就怀疑我身体有毛病，当时我就把我气到了，然后我也把这件事情给我的父母说了，然后我父母就叫我赶紧去医院，我要自证清白，查了我没有问题，我当时报告一出来，直接把我的报告扔给他们，然后当时检查出来之后，婆婆的态度的确是有所缓和，然后对我也比较好了，又感觉又像是刚谈朋友那一会儿的对我的态度，然后又叫我去做试管。试管这个事情，我当时也是不同意的，我到现在也没有说让他去做试管的。但是你当时你那么听你妈妈的话，当时我跟我妈说，你没有明确的拒绝呀。我没有让你去做。说了不想让我去做，那为什么当时还带着我去咨询呢？咨询就是觉得这个伤害很大呀，就肯定是不想做这个事情。刚才说到一开始是女方追随你到了新疆，把自己原来的工作辞掉了，对吧？现在你们两个人又都到成都去生活了，这为什么从新疆又搬到成都？你妈妈不是不同意你们在别的地方生活的吗？就后来发生点事情之后，我就承诺她，我们说不行，我们就放弃那边的事业，然后我们一起到成都一起来奋斗吧。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我跟他结婚之后，我妈妈身体也经常不好，因为我父母也随工作变动，他们目前住在兰州。我就兰州、新疆来回跑，经常那样跑。我回新疆家里面的时候，第一次发现的是女士用的香皂，然后他跟我说是他自己买的。我非常了解他，他不会说去买那个香奈儿的几百块钱一个的香皂。我还发现那个女士用的洗脸巾，洗脸巾不分男女吧，男的也能用。但是我老公他不会用呀，他平时他都不用那个洗脸巾的。我当时逮着他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给我承认。第一次说香皂是他的，第二次他也说他用来洗脸。但是他跟我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两个相处的时候，他根本不会用这些东西啊。那最后发现是怎么回事？最后发现是，就是去年24年的时候，我妈妈身体也不好，然后我过年期间我都没时间回那个新疆，然后大年30他就过来兰州这边来，当天晚上他去洗澡，手机刚好放在我们那个卧室的床头柜了，我就不放心，我就想着，毕竟之前经历了那个香皂的事，还有洗脸巾的事，我对他很不放心，然后我就去把他手机解锁开来。女人翻男人的手机啊，真的是一翻一个准儿。他们一天就光信息啊，比如说早安。然后中午还会跟人家问候，吃饭了没有，相互在那问候。晚上还有什么想你啦，还有打电话那些，打那个微信语音的记录，而且一打时间特别长，打几十分钟，甚至1个多小时。他都没删掉啊？没有，大年30过来的太着急了吧，忘记删了吧。这个聊天对象，还有你们家的香皂和洗脸巾是同一个人吗？是的。那基本事实就清楚了吗？那不用再问什么了。其实丈夫已经承认了这些，承认了，对，是吧？对，就是后天我跟他已经坦白了。相处多长时间呀？小半年吧，就是他回兰州的时候。你接受了吗？我当时就想跟他离婚，所以已经去那个离婚的路上了。离婚路上，但是我们讲了这一路走来，14年到我们去年24年，10年了哈。对，10年很不容易呀。他说哪怕跟他父母不再来往，我们2个去成都这边来住都行。他就突然间下了这个决定，因为最开始之前结婚的时候，我叫他来成都，他也不愿意，然后我就想着是不是就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就是去离婚的路上，他自己有
反省，或者说有一些改变。对，他想着来成都，既跟那个女的也关系也隔绝掉，然后第二个也隔绝掉我跟他父母的那个不好的婆媳关系。哎，那这回婆婆不应该阻拦吗？当时婆婆就怎么着都不让她去成都，现在婆婆不应该阻拦吗？对，当时在阻拦，婆婆还觉得她儿子可有本事了啊！她明确是哪里说的是有本事？是跟你说的还是跟别人说的？不光跟我，还跟其他人说。她说：“你看我儿子多能干呀，到处都有人喜欢我儿子，我儿子可有本事了，就招人喜欢。说找一个就找一个。”您妈妈真的说这个话了？我反正没听我妈这么说过。你妈妈亲自在我面前说过，我当时找你妈妈理论，我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她妈妈直接说，那我儿子有本事呀，多招人喜欢。所以就是去成都这个事儿，是其实相当于长这么大跟妈妈算是就是最有力的一次对抗。就结完婚之后也跟妈妈吵过几次，也都是为了我老婆的事情。就是结婚之前没有跟妈妈这样子吵过。这一次可能是最严重的一次吧。最严重，你妈妈是不是相当于是我们两口子过日子，然后就跟那边基本上断绝往来了，就跟我父母那边断绝往来了。你最后怎么跟你妈妈说的呀？我就说我就选择我老婆，觉得反正你跟我老婆在一起，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了，那个小两口就去成都去奋斗，然后你们也别管了，就这样子。现在搬到成都有多长时间了？小半年了吧。小半年。这小半年怎么样啊？比之前要好得多了。没有婆婆这些事儿，是不是你们两个的日子就会舒心很多了？对。那现在既然这已经很好，那今天为什么要来我们节目呢？6月份的时候，他妈妈打电话过来，叫我们回去一趟，反正他妈妈过生日嘛，想着反正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也回去看一下看他吧。结果回去第二天又发生矛盾。什么事儿啊？他妈妈就说是我把他儿子带坏的，我把他儿子带成这样的。他说以前他儿子多听他的话，现在直接就离开他们了，就不听他们的话，直接来成都。他妈妈也就是在埋怨你是吗？觉得是你把他的儿子拐跑了，拐到成都去了。当时我跟他妈妈发生争执的时候，他没有明确的站在我这边，他反而把他妈妈搂在怀里，坐在沙发上搂在怀里，他妈妈在那儿在我面前装着哭的哇哇哇的。我觉得当时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是需要哄的，而不是哄他妈妈。而且他每次一闹了矛盾之后，我发现他就会冷落我一段时间。我当时也不是算冷落吧，就是我觉得自己也很难受，就夹在中间就很痛苦。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哄这边也不对，哄那边也不对。但是呢，我觉得以后要想长久的婚姻，作为自己的老公，一定要很好的去处理自己老婆跟妈妈这边的关系。我觉得他不会去处理。我问个问题啊，他去了成都之后不就不见面了吗？跟自己父母不怎么来往，这不现实。始终是一家人还是一家人。就是你现在还是想做好以后跟你婆婆长期共处一室的准备。我觉得既然不可能把始终当作仇人，我觉得还是要破冰啊。他们的诉求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这个清晰明了的诉求背后有很多的原因。那怎么办？接下来听各位老师怎么说啊！来，有请于老师。作为妻子的，上次那一件事情发生，你是不是已经选择了原谅？是我选择了原谅。你们这一段婚姻的修复是漫长的，需要去修补信任值，需要去修复忠诚度。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既然你选择了原谅，可以给他更多的时间。你说到了婆媳矛盾，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儿子的心是在那个女人身上，现在开始不听妈妈的话了，就听老婆的话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老人的话就是一些气话、怨话，几千里外也听不到，不需要刻意的去修复已经冰冻三尺的婆媳矛盾，因为这样的修复也非一日之功。但是我最后说一句，我真的要为你的
媳妇点赞。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想着去修复出现的婆媳矛盾，说明他的心真的是在这个家当中的。我希望作为丈夫的你应该被温暖到。谢谢。那么我就捋你们俩从头到尾这事儿啊，已经从新疆搬走了，已经不在一块儿住了，1年3节2寿回去，对吧？3节2寿回去，然后在这个期间是极其容易发生矛盾的。且你也知道你婆婆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你还要求她一定要站在你这边，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回家就是打架去的？就上次回去，就是说过生日这回回一趟，回去了就1天，就发生这些事儿。你告诉我，你怎么让她站在你这边？那不就是坐一飞机回去打一个架，然后就回来了吗？你怎么调和关系？然后你怎么让她向着你？关键是你看看你老公，他会说话吗？他会调和吗？他就是不会调和。我就是希望他在发生矛盾时态度能够表现得坚定一点。有好多事儿啊，你是2个女人中间的调和剂，你去解决。就现在我发现，就是发生这么多事儿，他不会，他不会，他学他干不了。还有一个就是性格使然，没办法。你不要说母亲一闹情绪，或者说你媳妇儿一闹情绪，你就2头抓瞎，这不行。事儿是事儿，情绪是情绪，这是你需要冷静处理的一件事儿，明白吗？我说完了，好，谢谢曹老师啊。你们婚姻中的第三者太多了，你的妈妈也是你们婚姻当中的第三者。就任何破坏夫妻2个人关系的人都被称作婚姻当中的第三者。我并不认为去成都是在维护你们的婚姻关系，女士，我也不认为这是这个男人对你的决心，你知道吗？我认为他去成都的这个行为恰恰反映了这个男人逃避，因为那边我处理不了。所以他并没有解决问题，而是跟着你逃到了成都。所以这些问题当下还存在。你老婆要的不是说在他们2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你去先哄他，再哄你妈妈。他要的不是这个先后的问题，他要的是在这件事儿就算结束了之后，你当时维护了你妈妈没有问题，但是在结束了之后，你能不能不要冷淡我？所以你的态度决定了你妈妈对她的态度。你是否能够很认真严肃地告诉你妈妈，你的什么行为是不合适的？这个事儿你只能单独跟你妈妈去谈，很认真很严肃地跟你妈妈去说，不要掺和她。你也很明确地告诉你妈妈，不是这个女人教我怎么样，是我觉得我娶了她，现在我们2个人是2口子。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有这个态度的话，我相信你妈妈会敬她3分。还有孩子的问题，这绝对是你们接下来还要面对的一个大的矛盾。所以前路漫漫，看你们2个人有没有这个能力、勇气去攻克。谢谢。我觉得这位女士，其实你对于婚姻是有极致的理想主义的。对，我觉得你是有一种那种甘于奉献和过度奉献的这种人格。你的理想主义是好像我什么都不要，我成全了我一段伟大的爱情，最后发现这段感情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完整。我这么告诉你啊，就是你对于婚姻的向往，这个男人给不了你。所以如果从现在开始你还幻想着说你们能够和和美美的过到你理想的婚姻生活，然后2个人一起奋斗，然后一起去创建你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的蓝图的，我就告诉你这个人他不是。我觉得就现在这个阶段，你们不要去聊说这个婚姻怎么继续，而是你们各自的人生应该怎么继续。因为他离了你，他一样可以去新疆回去，他还可以回到原来那个地方，他妈妈还是他妈妈，他还是可以找到20多岁的小姑娘。那么你呢？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真正做的是现在开始强大自己，并不是把自己的时间、重心和心思都花在怎么样去跟这个男人经营一段成功的婚姻。我觉得就是先好好的去冷静思考下来你要什么，而不是一直用自己的人生去成全别人。谢谢。姑娘，恕我直言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离得开这个男人吗？离得开。为什么？因为我在他身上只有精神上的寄托，只有对他就是以前的那种感情。现在你觉得他是在赎罪，还是现在他是在真心的悔改？
我感觉有一部分是赎罪，还有一部分他自己没有找到更好的吗？还是怎么样的？还有只能我是最佳选项，还是怎么样？这句话背后透露的就是你现在其实是自我否定的状态，你没有足够的自信。对，我建议你先找到自己。他现在一定你分不清楚是真心还是在愧疚使然，但我知道他肯定是有个拧巴的心理，他是不想离开他的母亲的。但是你现在要求他，你去和你的父母要去解决好我们之间的问题，他做不到。你们俩现在是各怀心思，你抱着一种受害者心理，我是不够强，你就更加关注他怎么对他的母亲，以证明我够强。你现在对他是没有信任的，你甚至对自己都没有信任，你怎么可能信任他会对你好呢？所以我建议你们，真的建议你们分开一段时间，冷静冷静。就是你找到真正的自己，你值得被这个男人爱吗？然后你再看看这个男人值得我去原谅吗？我相信可能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原谅，但有时候我们是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的痛不是那一次，而是你每次想起来，每次都会痛，好吗？分开一段时间吧，各自生活。好，就这样。谢谢曲老师。那接下来，二位可以坐那儿休息一会儿，然后也想一想老师们给你们的建议哈。好，请我们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周先生25岁，现居成都，自由职业；卢女士25岁，现居成都，全职妈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有孩子以后生活变化大吗？我说不后悔，其实自己都不信，因为刚生孩子的时候没有想过有这么麻烦。他就是懒，借口多，处处都躲着。我现在都不上班，专门照顾孩子了，他还不帮我。彼此会考虑对方的感受吗？因为我还要挣钱养家，为了方便照顾他和孩子，我现在工作时间也比较灵活，但是他总是让我在工作的时候让我看孩子。他就是总拿工作来当借口，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自己能玩玩游戏。我觉得孩子不能因为我们的矛盾而耽误了成长，今天的问题必须要解决。你们两个人结婚多长时间了？我们去年结婚，快1年了吧。所以这个进程算是挺赶的，是吧？一结婚了就有孩子了哈，就还没反应过来劲儿呢，然后就开始进入3口之家了，会有很多的不适应，对不对？对，很多在生活中。那这样，咱一上来，咱们先玩个游戏啊，共同呢都把眼睛闭起来，听到我说出的这个点，觉得对方身上有这个优点的，就睁眼睛，好吗？好。那丈夫怎么闭起来了？你别睡着了，你一会儿睡着，你听明白我游戏规则了吗？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啊！只要这个优点是对方身上有的就睁眼，要没有咱就闭着啊。好，来，你们觉得对方温柔吗？请问你们觉得对方有耐心吗？请问你们觉得对方情绪稳定吗？哦，好，接下来，请问对方会主动做饭吗？好，请问对方专一吗？都真给了。好，请问对方会主动报备吗？请问对方会经常给自己送礼物吗？请问对方会主动包揽家务吗？等会儿回头看了一下，他是啥意思呢？丈夫一会儿一会儿的吧，一会儿一会儿的他是，所以那这个你半睁着吧。好，来最后一个问题啊，请问对方会主动哄自己吗？不是男生，你到底睁还是闭？不会。你们两个人共同睁眼的次数那就是2次，一个是在专一上，一个是在主动报备上，然后都闭眼睛的是有耐心和经常送礼物这件事儿。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都对对方没有耐心，都觉得对方不太会送礼物。这么看，两个人的感情还是挺好的，因为毕竟刚刚结婚嘛。你看，俩人又都
对于彼此是信任的，有信任的基础，对吧？然后也会主动报备，所以现在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呗。对他，我觉得他就是首先当他带孩子的话，他需要条件给你交换。如果他白天早上起床就开始带孩子，那么下午他就出去玩，或者是应酬，或者是和朋友一起打牌怎么样的。如果晚上他带孩子的话，那么上半夜他就打游戏，下半夜他就带孩子，反正这样总是要有一个条件和他交换。这个条件如果交换完了，他干嘛？很敷衍的带。比如我们现在孩子他不是会翻身的吗？在床上，他就在他的房间里面，他把游戏打开，然后把孩子放在床上，然后床上就放枕头、被子，然后就相当于把孩子给挡住、围起来，避免孩子摔。他就在那儿打游戏。如果孩子大声的哭的话，他就扔一个玩具给他玩，不哭的话就继续自己打。孩子5个月的时候拿他打游戏，那个孩子他就自己从床上摔了下来，然后孩子摔下去了。对，摔下去了，脸都摔肿了，然后我们还大吵了一架。那不用他装一个摄像头不是一样吗？孩子都摔了也没有及时管孩子，跟有个摄像头监控有什么区别？没区别啊。这个父亲太不称职了，真的。我那次不是看你带孩子辛苦抢着带吗？但是我需要的是你用心去带，毕竟他还是个小孩子。他突然醒了呀，那次是。孩子他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睡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你就要在旁边陪着他呀。他除了带孩子比较三心二意，然后对孩子还有什么事儿是敷衍的呢？经常把带孩子这件事推给他的妈妈，就是孩子的奶奶。他一直说，哎，没关系，没关系的，他奶奶要回来了，给他奶奶带嘛。哎，你不要叫我带，我还忙，我打游戏。等一下，你自己再带一下，他奶奶马上就下班回来，他奶奶知道带。要么就条件交换，要么就他哪天啊心情特别好啊，我来抱抱他嘛，我带他出去玩，完全都是我和他奶奶就主动要求他啊，我们2个在忙，我在给孩子洗澡，或者是奶奶要洗衣服，我洗完澡我要去洗，然后让他抱一下孩子，他就勉勉强强的抱一下。等我和他奶奶手上没有事情干，他立马把孩子甩给我们，马上给你了。对，马上就给我。也就是你和自己的婆婆忙得不可开交，她不是游戏就是手机。他的工作是属于一种比较自由的，对吧？那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实际情况是他有时候，比如说借着出去工作拍视频嘛，背着我出去玩。然后有一次，我们共同的好友发朋友圈，发现我那个朋友和他在钓鱼，然后旁边那个背影就是他，一模一样。然后我再去确认一下，发现我朋友把那个朋友圈给删了。那我就100%的确定那就是他。那天我们本来就是去工作的，设备那些全部都已经送到甲方那儿了，结果到了甲方那儿，中午以后他说拍不了了，已经耽搁到那会儿了，不如出去玩一下吧。但为什么你朋友有你背影的那张图片不能让他看见呀？哦，是你叫朋友删了。对。所以其实你就是想着偶尔能偷个懒，是不是？好久没，我那次起码都有1个多星期了，天天都在家。哎呦，这么久啊！对，你1个星期，我坐月子1个月40天没出去玩，自己不出去的呀。坐月子怎么出去？没那么多讲究呀，谁说必须要坐月子？欧美那边不都是生了直接就干活了吗？就玩了吗？人种不一样，欧美还都是爹带娃呢，你知道吗？对，还有区域不一样。你看看那个我们在中国，欧美走的大街上那带娃的都是强壮的那些男士，单手抱着娃。我也能啊。你也能啊？能。明天开始出去上班，听见了吗？对，可以。以后叫他带娃。您既然想学欧美，你去看看欧美的男人，大男人，孩子挂在胸前。对啊，说是那个女士是现在在家专门带孩子是吧？对，专门带孩子，暂时没有工作哈。对，那你对自己未来怎么规划呀？我想的是等孩子上幼儿园，比如3岁上幼儿园我就出去上班，但是我的婆婆就孩子的奶奶，就是有意无意的，就是潜移默化的给我灌输这种思想，就是未来等孩子上幼儿园了之后呢，你就养好了身体，就可以再生个2胎，然后继续在家带孩子。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根本就不是我自己想要的，我觉得完全就失去了自我。毕竟我现在还年轻，00后嘛，身边很多的小姐妹，要么去探店，要么出去玩，要么出国玩，要么就留学，反正就是不是自己的事业有成，就是自己玩得很开心。我不想我的日子这样。那先生怎么想呢？对于2胎的事儿，你妈妈有这个愿望？我也不想要。
哦，这倒是挺统一的哈。你也知道老大都弄不了，别说老二了，是吧？确实累。确实累啊。你自己独立带过娃吗？带过。什么时候独立带过娃？之前他有事儿出去1周，那1周都是我带的。你这么厉害呢？但是那1周是他的外婆来帮他带，就是他的外婆帮他带，对，70多岁了，就给他煮饭，饭煮带孩子，孩子喂了之后呢，把孩子推下楼去玩，他都不管。我没有不抱啊，他看不惯我抱呀。你就说这1周晚上谁带孩子睡？我。你哄睡吗？对。喂奶谁喂啊？我妈喂的。所以如果这1周没有你妈妈和你姥姥的话，我也能带。你说的哈？我觉得吧。你别觉得，能带吗？能带是吧？听见了吧？我觉得不能。他说能就能。好，能不能？能带吧。所以下面1周是不是还有啥安排啊？把你婆婆和姥姥一起带走。对，我们出去玩。哎，对，你给你们仨报个团，让他一个人带1周的娃。你看他眼睛都睁大了。为啥我不能一起啊？啊？我也要一起啊！你啥要一起？那宝宝怎么办？人家3个人报一个团，人家是女子的这样的一个旅行，你就负责在家带1周的娃。有事儿我就带呗。那他们就有事儿嘛，出去嘛。现在就是有事儿嘛，是这个情况。试一下吧。试一下哈，好，有这个勇气就行，咱就这么干，好不好？好。这样一来，可能问题也很多就迎刃而解了，对吧？啊，除了这个问题，你们俩之间还有啥问题吗？还有就是有一次，我就带孩子，然后可能碰到生理期，特别不舒服。那今天就你带下孩子，我把饭吃了，我去躺一会儿。结果刚吃完饭，我跟我妈说，怎么这么安静啊？怎么没有小孩哭的呢？她说她去哪儿？她和她朋友打牌去了。我说什么？把孩子带上去打牌？我就立马给她打电话，我说你抱孩子去打牌？她说对呀。她说没有毛病啊，打完牌都很晚了回来。我说孩子要吃奶要洗澡，你能搞定吗？他说能呀。他说哭的话叫我朋友老婆帮忙带一下。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无语，特别生气，我把电话挂了。你带孩子打牌的时候把孩子放哪里啊？婴儿车。全神贯注的打牌还管得了他？他有安全带呀。哦，绑起来就可以了。而且之前他也一起的，之前你也不是和我一起打过牌吗？你们俩之前是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的吗？对。那你说人家干嘛呀？你们3人一块带着孩子去，而且那天晚上我赢了回来还分你一半，你不是也挺高兴吗？那天。那这个为什么要指责他呢？没什么可指责的，孩子才6个月。当时我们打牌还有我们朋友的孩子他也带着，我想是我们2个一起交流一下育儿经验，然后一起玩一下。没想到打牌那么晚。你要是没去过呀，你说他你还站得住脚。你也去过，你看人家一去，你不也去了吗？你甭管育不育儿，那打麻将的地方，你甭管是空气什么的，也不是很好，也不流通的地方，你只要去过了，你就没资格说人家了。我挺奇怪，你俩这个生活压力不太大哈？父母帮衬的比较多，说不好听就是啃老吧。哪儿啃老了？你说的那是啥？那不算啃老呀，房子买在那儿，我收房租，那叫啃老吗？等会儿，什么收房租？他们当时给我买了，就是有2、3套房在那儿，租了1、2间嘛。房子是谁买的呀？我爸妈买的。租金你收？这不叫啃老吗？对，我收。这个房子如果是你挣钱买的，你租出去，这是你自力更生，你自己给自己养老了。我哪买得起呀？那对呀，那不就那你为什么抵触啃老这个词呢？没错啊，这个房子是你买的，你爱租爱怎么挣，你都不算啃老，那是你自己挣的。现在是你的父母为了你的生活变好，让你有个稳定的生活，给你买了几套房子，你没有成本的房子，出去挣完再回来，这不是父母给你营造的啃老环境吗？你想是不是这个问题？今天你们2个人是女生要来的是吧？对啊，那个你要来的诉求是什么？我就希望我们2个因为带孩子这件事情发生很多矛盾，其实有时候我都很想离婚。我一想到我们2个都是爸爸妈妈离婚的，就是原生家庭都是缺少父爱母爱的那种。因为我小时候学校有什么运动会需要爸爸妈妈一起来嘛，
要不我爸爸不来，要不我妈妈不来，反正他们两个见面就会争吵，所以从小我就心里就一点羡慕别人，就过生的时候就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吹蜡烛，真的很幸福，不想让他再走我们两个的那种路，所以我就想到这里来，就让他能够理解一个父亲他应该应尽的什么责任，主动的去承担一些家务，一些带孩子，而不是说我需要跟他交换条件。男生你有什么诉求？陪他来吧，他非得拉着我来，看我们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其实没啥问题啊。你觉得你俩之间没问题？就是爱吵架呗。我每次我不想吵的，他总给你找些事儿，就是比如说我吃完饭叫我洗碗，我沙发上躺一会儿，就几分钟，他就让我必须马上去洗。我说我一会儿知道去洗，就给我发火了。然后不是你在沙发上躺，他就会睡着。他睡着以后他醒了，哪怕过了半小时、1小时之后，他起来会去洗吗？偶尔会，但经常不会。这一点就会发生什么呢？我的婆婆，她的妈妈看不惯，替她洗了。对，替她洗，就十分的溺爱她，真的从小就溺爱。女生来求助老师，怎么能够让一个男孩在从爱情保卫战的舞台上走下去之前变成一个男人？啊，这就是今天女孩的诉求。来，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怎么说啊。有请于老师。你们两个都是00后的宝爸宝妈，而且两个都来自单亲家庭，早结婚早生娃，其实透出的是温暖。虽然带孩子很辛苦很累，但是如果两个人齐心协力，心在一起，没问题。另外，做妻子的也要明白，男性和女性是有差异的。男生进入角色的速度确实比不上女性做妈妈进入的角色的速度。另外还有一点，男人照顾孩子确实有时候会笨手笨脚，不要他一错我们就训，训了以后他连自信都没有了，那可能就给了他一个自己逃脱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和理由了。我真不认为你们已经到了需要去面对婚姻是不是程序的问题，现在需要的是解决两个人共同去照顾好这一个宝宝的这样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你一定会自己给自己非常美好的答案的。谢谢。我挺羡慕你们俩的。如果我是你们俩这个岁数，我连3胎我都敢要，已经不是条件的事儿了，是经历的事儿。我羡慕归羡慕，但是我总感觉你俩说完了，我说干嘛呀？俩人为什么要孩子？别要了，再玩几年呀。孩子出生了，给你们俩这个架到火上烤了，看给你们俩架的这个难受。这妈也没好到哪儿去。这妈，你说2胎这个我能理解，老大刚生完，老大还没弄明白了，婆婆让生2胎肯定不乐意。但是你不乐意的原因，你看你说后边说呢，你看闺蜜们又去探店呀，又去玩去，怎么着？其实你心思是想彻底解放出来，让我听的感觉就是没有老大才好呢。而这边呢，就干脆带孩子太麻烦了，就干嘛呀？你们俩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呢？要不就打头就直接跟双方父母摊牌。我们俩没长大的，我们后悔了，对不起，孩子送你们4位老人，我们不要了。你们这样都比你们俩现在这站这儿了，当着镜头面前说了我带了，我行啊，我可以呀，较这劲干嘛呀？真能带好吗？那是自己的种，自己的孩子，你真的就想对付着把他糊弄大吗？其实养孩子就跟一个养成游戏似的，你可以把你的喜好，你小的时候没有做到的，你可以告诉他呀，你喜不喜欢？你要喜欢，你可以替爸爸试试啊。其实有的时候是很有成就感的。所以我觉得，既然组建家庭了，且已经孩子都有了，我看你们俩人刚才莎娜老师给你们俩出考题的时候，其实我感觉俩人倒没什么问题，就是养育孩子这件事儿有点过早的介入到你们生活当中了。所以既然已经这样，积极一点，多学习学习。真的养孩子真是高端养成，可以试一试。我说完了。
今天卢女士的诉求是希望自己身边的老公从一个大男孩长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丈夫，对吧？对，放弃这样的幻想，因为你们家越位的人太多了。你的婆婆、她的姥姥，她的失位是因为他们的越位。你要深挖自己内心，到底为什么对这个男人有这么多的抱怨？其实你刚才在阐述的过程当中已经明确了，你现在内心是极度的不平衡。生了孩子，他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但是你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不对？对。第二个不平衡的点是，我的小姐妹在我这个年龄都在各种体验精彩生活，而我却只能每天面对家里面哭闹不止的娃。对，所以解决的问题不是说让这个男人成长，而是自己的心态要调整。谁都是从一个少女变成妈妈的，你要在成为妈妈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及在当妈妈的过程当中，更要去体验属于你自己的人生。那我觉得作为丈夫，你如果真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下逼你成长，我刚才说那话不是说你可以放弃自我成长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说在你面前阻碍你成长的因素太多了，所以你要成长的速度会慢，但是你不能没有任何的改变和行动。你多夸夸你老婆，你哪怕给她买点小礼物，搞点小惊喜、小浪漫，她可能心态都会平衡一点，她也能看到婚姻生活当中的美好和嫁给你觉得值得。新手爸妈难免上路的时候会碰到很多的麻烦，但是孩子永远是你们最好的礼物。你们在陪着他成长的同时，其实也在找回你们失去的童年和弥补你们童年留下的创伤。我希望孩子带给你们的是这种治愈的力量，好吗？谢谢。可能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好解，就是你心态上觉得这是一个先快乐还是一个后快乐的事儿。绝大多数的包括千禧这一代不会这么早去就是结婚生孩子的，所以你看似好像他们现在比你快乐，你过5年你再看看，每个人都羡慕你。那个时候你娃也大了，然后你又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才30岁，你的人生刚刚开始，你有力气，你没有后顾之忧，你有一个爱你的老公，你有一个听话的孩子，你还有前程似锦，你的人生才刚刚走上一条繁花似锦的路。不要老是去看你身边的那些人，他们也没有你现在的幸福，他们也体会不到你现在的快乐，并不是说我做的事情跟我同龄人不一样就代表我是不好的，不要用这种心态去比较。但我真的想跟你说一声，这位先生，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比自己的崽更好玩的东西吗？这个生命是你创造出来的，你去钓鱼，鱼塘不属于你；你去打牌啊，明天可能换了个地方打。你的朋友们都有自己的家庭，然后但是你的宝宝的童年，他的成长是唯一一个属于你的，是冠你之姓的，是你创造出来的，它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它会24小时对你有回应。还有个点是啥？就是如果是父爱缺位的话，我告诉你，父爱从来不是施舍。我现在觉得你对你孩子的好，好像是你在施舍他。父爱不是施舍，父爱是孩子生命的底色。如果只有妈妈的话，他以后会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不被爱的小朋友。不要觉得他现在才1岁，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懂。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对宝宝公平一点。我觉得因为他的出现，你们要变得更好；因为他的出现，你们整个家庭变得更好。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你们不爱彼此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应该要爱这个孩子。好，谢谢文老师。曲老师，我说句我亲身的这个体验啊，就是那一阵儿，我能够从家出门去工作，特舒服，因为在家看孩子的确是很累，包括别说他能摔到孩子，我也摔到孩子呀。当时我们家老大2、3岁时候，我推他一个车，我下坡一下翻了，把孩子给丢地上了。都摔。哎呦我的天啊，给我吓的！但是这事儿是我不成熟吗？是我不负责任吗？都不是，因为都没有经验。所以说，我们得允许这一切发生。既然我们做了这样的选择，我们就别拧巴；既然我们
这么年轻就有了孩子。文娟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对，也是我想说的，幸福的事儿在后面呢。而你们现在其实也是已经很幸福了，因为有老人帮衬，经济压力没那么大，同时你们也年轻啊。我有我们家老大那会儿30多呀，你们现在才20多，那体力比我强多了。所以说你们正当时，未来4个字送给你们，你们叫人生赢家，对吧？工作也有了，孩子也大了，嘿，玩的还挺开心的，还没啥经济压力，就是嘛，好吧，就这样啊。好，谢谢曲老师。那今天2组嘉宾的问题都说完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就请你们回到门后，想一想老师们刚才说的话，是否要出来，你们自己做决定啊。但是不出来也不意味着说关系就肯定结束了，好不好？好，谢谢2组嘉宾，请回到门后。好，那在开门揭晓答案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我们本期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打开微信，在微信上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2位朋友啊。这对夫妻他们是否会破镜重圆呢？来，3、2、1，请开门。他们可能不会出来，但是我是希望他们出来。我认为他们能出来，我是真的希望他们出来。哦，没有，没有，还是过不去呢。这坎儿是挺难过，挺难过。他们这个不出来，不代表说分开，可能就是先彼此冷静冷静，没想好接下来路该怎么走，对吧？所以不管怎么样，希望他们2个人都能找到让他们幸福的方式和方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下一组夫妻，他们2个人会不会出来啊？那在开门之前呢，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们有情感困惑，遇到了情感问题，想要来求助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话呢，来找到我们联系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只要是通过微信去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公众号，或者跟我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结果。3、2、1，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3、2、1，请开门。这个肯定没问题，这个就是成长当中的烦恼，肯定没问题。哎，我还想会不会抱着宝宝出来，因为宝宝今天来现场了，我们录之前都看到了，宝宝特别可爱。有什么想说的？就是我觉得各位老师说的特别好，我应该就是心里不平衡。我现在除了孩子，还有我自己的事情，可以和小姐妹约着一起带着孩子一起去玩。我跟你讲，你的小姐妹真的羡慕你，你知道为什么呢？你越早生，恢复的越好，越快。生娃趁早是一定有道理。对，听听你老公有什么想法。哎，错了啊？你错了是吧？之前太马虎了。哪儿马虎了呀？带孩子，我看一会儿把游戏卸了吧。哎，男人啊，说话呀就得算数，要不然就不说，对不对？好了，有这个决心，就证明是一个好的开始。来吧，好好抱抱你老婆。抱一会儿，抱一会儿。还是热恋的状态，不像结婚的状态。好吧，请亮灯。还是2个小孩嘛，为难你们了啊！这么年轻当了爸爸妈妈，但我相信你们2个人一定会成为好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谢谢，快下去看孩子吧。好。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
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